近年来可以说是中国跑鞋开始崛起的时代。那在这一两年，在马来西亚的跑步市场也不例外。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一双最近刚推出、热度非常高的特步跑鞋，那就是2000公里第二代。近年来可以说是中国跑鞋开始崛起的时代。那在这一两年，在马来西亚的跑步市场也不例外。可以发现有很多跑者开始入手中国的跑鞋，像是特步、安踏、李宁、乔丹、闭麦、361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。从休闲到竞速比赛，选择更是多不胜数。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一双最近刚推出、热度非常高的特步跑鞋，那就是2000公里第二代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，请记得订阅哦。它是一双特步入门级爆款鞋，原因非常简单，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跟它的脚感实在是太好了。首先，为什么它的型号叫做2000公里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它的鞋底用了加厚的全掌 CPU 大底，耐磨度提升了47%，尤其是在最容易磨损的点，像是这里和这里都有额外加厚。然后这一双鞋我穿了大概100公里左右，可以看见它的大底没有一点磨损的状况。然后你们也可以看见它的大底呢，花纹呢，它是用着特步的 logo， 还有中间这一块呢也有特步的 logo 在这里。然后这一款特步2000公里呢，它的中底呢是用着 Ace 的中底。然后它是用这最新的3D 打印技术，所以没有这么容易掉渣，而且密度更低，所以脚感非常好，弹性也非常的好。那虽然特步这一款鞋没有碳板或者尼龙板，可是它的中底里面有一个 TPU 延长到你的脚跟这边，所以它就间接的加强了你的稳定性跟支撑性。那接下来就是说说它的鞋面，它鞋面的透气性其实还好，在马来西亚的天气穿其实不会到太闷热，也不会到太凉，因为我有穿过更薄的鞋面。这一款呢，其实它的透气性还好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鞋头，鞋头这边呢，它做到比较阔，就比较适合脚阔的人。可是如果你的脚是比较窄的话，可能包覆性会没有这样好，而且也比较松，所以你在买这款鞋的时候，你要特别注意它的鞋号。我个人是买小半号了，所以它穿起来比较舒适。那在它的脚跟的包覆这一方面呢，其实是非常舒适的，它的材质，可是会出现少许的掉跟的状况。那这一双特步的2000公里第二代呢，它的颜色选择也非常的多，从白色到五颜六色到黑色，全部你要的颜色都有。所以它不一定是你穿来跑步，你穿出去做工，你穿出去通勤，其实它都是非常适合的，而且脚感也非常的舒适。那这一款鞋的性价比可以说是跑鞋中的天花板。我记得我上次购买的时候大概是240左右，然后你可以在 Lazada Sales 的时候或者 Shopee Sales 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它的 Official Store 有时会扣220、230。如果真的是像书面上讲的，它可以跑2000公里，那就是1000公里才120令吉，相比起我之前有 review 过的 Y 拖，大概是90令吉，可以跑1000公里最多。可是这一款鞋不是拖鞋，这个是跑鞋。如果他讲它的性价比是第二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人敢说它是第一。下一次如果我把这双鞋的里数穿到1000公里、1500公里或者2000公里时，我会给大家更新到底这一双鞋能不能耐那么长距离。那刚刚说到这一款鞋，它的舒适性非常好，然后又可以穿2000公里，然后性价比又这样好，价钱又不会贵，那它真的是没有缺点吗？那我现在就来说说它的缺点。它的缺点呢，就是它的中底的厚度呢，在后掌呢是24mm，然后前掌的中底厚度呢是17.5mm，落差是6.5mm。那在上个礼拜我穿它跑30公里，然后前面的21公里呢，其实感觉还是蛮舒适的。可是，一超过21公里，像是到24、25公里到30公里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发现有一点不舒适。终于完成30K 了。我讲我的第一个感受，其实它是
蛮舒服的。讲真，在它的前半段，因为我今天跑30K 嘛，说我前面的21K、22K， 其实这个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舒服，因为它的那个中底是非常软。可是差不多到23、24km 的时候哦，我就觉得这个鞋子有点过于软了，然后感觉上有一点支撑不到这样长的距离。然后我今天跑的配速是大概5分57秒，全程的平均配速5分57秒。然后其实整体的感觉是不错啦，只是我觉得它应该对我来说，它不是怎么适合跑超过25K， 因为25K 过后因为它的那个中底它比较软一点，所以它会给你那个支撑好像不足够。第一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的中底非常的薄，因为它的前掌只有17.5mm。所以当你在落地的时候，久的时候，在长距离、长时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缓震不足。那当然，特步把这一款鞋的价钱定位在这么低的话，它也不会给你到几厚的中底。第二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穿这个鞋子长距离的时候，我的脚掌拇指的这一边呢，它会磨损到我的拇指，会发红。尤其是穿超过21公里后，我就会发现我那边开始有起水泡或者是红肿这样的状况。右脚的这一边哦，我觉得它有一点磨脚，磨了我的那个脚趾。刚刚脱了鞋，可以发现它其实我的脚拇指这边有磨到红红，所以这双鞋对我来说可能跑个21到25，最多25就够了。如果你跑超过30，可能我这边就会起水泡了。所以如果你也是有这样的问题，请你留言在以下给我知道。那特步的这一款鞋还有另外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速度感提不起来，因为它没有碳板的原因，所以它的中底偏软，然后它的回馈和刚性都不足。所以我不建议你拿这个鞋来做配速跑或者竞速训练，像是5分以下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穿这双鞋跑5分钟以上的话，其实这一双鞋还是可以轻松的驾驭。然后最后呢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它的鞋带呢很容易脱落。当我穿它来跑步的时候，可以常常遇见它的鞋带脱落，可能是我绑不够紧。我穿了差不多3次的 long run。一开始我是打一个节的，一个 knock 的，然后过后我发现，如果我打一个 knock 的话呢，它跑下它会脱，它的鞋带呢，我不知道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怎样啦，就是跑下它会松掉，然后脱掉，所以我必须要打2次节 double knock， 再把这个鞋带穿在这边，so that它不会这样容易脱落。so far，如果我这样打这个 double knock 的话呢，就不会有那个脱鞋带的问题了。那总结来说，如果你在找一双日常通勤慢跑鞋的话，我觉得这一双特步2000公里第2代是非常适合你的，因为它的稳定性非常好，而且它的大底非常的耐磨。除了平时的5公里到10公里的慢跑训练、恢复跑，不超过21公里的长距离训练和堆跑量，我觉得这一双鞋都可以轻松的驾驭。那最重要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，那跑步也不再是一个负担。如果你喜欢我这集的影片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